第一课，我今天可以提早下班吗？我今天可以提早下班吗？你为什么要早点离开？今天下午我有个医生的预约。紧急吗？是的，这对我的健康很重要。好吧，我明白。你完成当天的任务了吗？是的，我已经完成了所有内容。太棒了。然后你可以早点离开。谢谢，我很感激。没问题，照顾好自己。我会的，明天见。第二课，我可以在办公室使用打印机吗？我可以在办公室里使用打印机吗？你需要打印什么？我有一份重要的文件。紧急吗？是的，我需要它来开会。好吧，继续使用打印机。谢谢，我很感激。没问题，如果你用完了，记得重新填写纸张即可。当然，我会确保这样做的。不错，如果你需要任何帮助，请告诉我。会的，再次感谢。不客气。第三课，你能推荐一个好的旅行保险计划吗？你能推荐一个好的旅行保险计划吗？当然，你需要什么样的保险？我要出国旅行，想要全面的保险。你要旅行多久2个星期。好吧，我建议你去看看 XYZ 旅行保险，他们为国际旅行提供全面的计划。他们可靠吗？是的，他们有良好的声誉和正面评价。他们的承保范围包括什么？它包括医疗费用、旅行取消或中断、行李丢失和紧急援助。听起来不错。他要花多少钱？这取决于承保范围和您的目的地。您可以在线获取报价。好吧，我会去看看的。感谢您的推荐。不客气，祝您旅途安全愉快。谢谢。第四课，我可以偶尔在家工作吗？我可以偶尔在家工作吗？想要在家办公的原因是什么？我发现它更舒适、更高效。你想多久在家办公一次？可能每周1、2次。你和我们的经理讨论过这个问题吗？还没有，我想先听听你的意见。我认为值得与我们的经理讨论。你认为他们会对这个想法持开放态度吗？这取决于你的工作性质和公司的政策。我会安排一次会议，与我们的经理讨论这个问题。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不错的计划。祝你好运。感谢您的输入，我很感激。没问题，让我知道进展如何。会的，再次感谢。不客气。第五课，我可以带宠物上飞机吗？我可以带宠物上飞机吗？这取决于航空公司的政策。
你知道他们是否允许携带宠物吗？有些航空公司确实如此，但有一些限制。什么样的限制？通常，宠物必须放在背带中，并符合大小和重量限制。有额外费用吗？是的，携带宠物通常需要付费。我可以带宠物进入机舱吗？这取决于您宠物的大小和航空公司的规定。如果我的宠物太大而无法进入机舱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可能需要在货舱中旅行。宠物在货舱内旅行是否安全？航空公司采取预防措施确保其安全，但也存在风险。在制定任何计划之前，我会向航空公司查询。这是个好主意，请务必收集所有必要的信息。感谢您的帮助和建议。不客气，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请告诉我。会的，再次感谢。没问题。第6课，离开办公室时，我可以关灯吗？我离开办公室时可以把灯关掉吗？还有其他人还在工作吗？不，所有人都离开了。然后就可以把灯关掉了。我应该关掉所有的灯，还是只关掉我们所在地区的灯？仅在我们所在的地区就足够了。我应该使用特定的开关吗？出口附近的主开关应该可以解决问题。走廊的灯怎么样？为了安全起见，请保持开启状态。明白了，我一定要把我们的区域灯关掉。太棒了，感谢你注意节能。不客气，节电很重要。绝对可以。晚上好。你也是。第7课，你能建议在家中节能的方法吗？你能建议在家里节能的方法吗？当然，这里有一些想法。请继续。不使用时，请关闭灯光。那么使用节能灯泡呢？是的，这也是个好主意。有什么降低供暖和制冷成本的小贴士吗？使用可编程的恒温器对您的房屋进行隔热。电器呢？有什么建议吗？选择节能电器，并在不使用时拔掉电子设备的电源。还有其他小贴士可以分享吗？白天使用自然光，用冷水洗衣服。这些都是很好的建议，谢谢。不客气，微小的改变可以带来很大的不同。我将立即开始实施这些技巧。太棒了，祝你节能工作顺利。谢谢你，安娜，祝你有美好的一天。你也是，约翰。第8课，我可以用公司的车来执行个人差事吗？我可以用公司的车来执行个人差事吗？你需要做什么样的个人差事？我得去买点杂货。是紧急情况还是可以等？它可以等待，但是使用公司的汽车会很方便。
你查看过公司关于个人使用汽车的政策吗？还没有，我想先听听你的意见。我认为最好遵守政策，仅将汽车用于商业目的。我明白，我会做出其他安排。这是个好主意，尊重公司政策很重要。感谢您的指导。没问题，如果您需要任何帮助，请告诉我。会的，再次感谢。不客气。第9课，我可以在不懂语言的情况下去另一个国家旅行吗？我可以在不懂语言的情况下去另一个国家旅行吗？这可能具有挑战性，但这是可能的。沟通会有多困难？这取决于国家、地区和是否有讲英语的人。我应该在旅行前学习一些基本的短语吗？是的，学习一些关键短语可能会有所帮助。如果我迷路了或者需要帮助怎么办？您可以使用翻译应用程序，或向当地人或旅游信息中心寻求帮助。如果我不会说这种语言，会限制我的体验吗？它可能会限制某些互动，但仍有许多方式可以享受您的旅行体验。在国外旅行还有其他小贴士吗？研究当地风俗习惯，尊重当地文化。这是个好建议，我会记住的。旅途愉快，拥抱冒险。谢谢你，安娜，我很感激你的建议。不客气，安全旅行。第10课，我可以把自行车带到办公室吗？我可以把自行车带到办公室吗？有自行车专用区域吗？是的，办公楼外面有一个自行车架。你查看过办公室关于携带自行车的政策吗？还没有，我想先听听你的意见。我认为只要不造成任何不便或安全问题，就可以允许这样做。我一定要把它锁好。这对于防止盗窃很重要。请注意其他人也在使用自行车架。当然，我会体贴的，感谢您的投入。不客气，尽情享受骑行通勤的乐趣。谢谢，安娜，这是保持活跃的好方法。我同意，祝你有富有成效的一天。你也是。第11课，我可以在网上办理航班登机手续吗？我可以在网上办理航班登机手续吗？是的，大多数航空公司都提供在线值机服务。我什么时候可以在线办理登机手续？通常，您可以在航班起飞前24小时办理登机手续。我需要打印登机牌吗？不一定，您通常可以在手机上显示数字副本。在线办理登机手续有什么好处吗？它可以节省您在机场的时间，并允许您提前选择座位。如果我有行李要托运，我可以在线办理登机手续吗？是的，即使您有托运行李，您通常也可以在网上办理登机手续。如果我已经在网上办理登机手续，是否需要提早到达机场？仍建议提早到达，以便有时间进行安检和其他手续。好吧，
我将在网上办理登机手续。这是个好主意，旅途顺利。谢谢你，安娜，我很感激你的帮助。没问题，安全旅行。第12课，你能推荐一个好的家庭安全系统吗？你能推荐一个好的家庭安全系统吗？当然，您在寻找特定类型的安全系统吗？我想要一些可靠且易于使用的东西。你考虑过无线安全系统吗？这听起来很方便。你有什么特别推荐的品牌吗？ ADT 和 Ring 是受欢迎且值得信赖的品牌。我应该在家庭安全系统中寻找哪些功能？寻找运动传感器、视频监控和远程访问等功能。专业的监控服务怎么样？这是让您高枕无忧的好选择，但它需要按月付费。安装呢？我能自己动手吗？许多无线系统都专为 DIY 安装而设计。太棒了！我将研究 ADT 和 Ring 系统。感谢您的推荐。不客气，保持安全可靠。谢谢你，安娜。祝你有美好的一天。你也是，约翰。第13课，我可以自带午餐去办公室吗？我可以自带午餐去办公室吗？是的，你可以自带午餐。有指定吃饭的地方吗？我们有一个休息室，你可以在这里吃午饭。我可以带的食物类型有限制吗？出于对他人的考虑，最好避免食用气味浓烈的食物。我应该自带餐具和容器吗？是的，最好自带可重复使用的餐具和容器。我可以用办公室的冰箱来存放午餐吗？是的，你可以使用冰箱，但一定要给食物贴上标签。在办公室给我加热午餐怎么样？我们有微波炉，可供所有人使用。这很方便，感谢您提供的信息。不客气，享受你自制的午餐。谢谢，安娜。它更健康，更具成本效益。我同意，祝你有富有成效的一天。你也是。第14课，你能为我预订航班吗？你能为我预订机票吗？不，我无法直接预订航班。那你能帮我找到航班选择吗？是的，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你需要我提供什么信息？我需要你的出发和目的地机场、旅行日期以及任何具体的偏好。下周我想从纽约飞往洛杉矶。好吧，我将搜索下周从纽约飞往洛杉矶的航班。你推荐什么特定的航空公司吗？这取决于您的偏好和预算。我可以提供一些受欢迎的选项。那会很有帮助，感谢您的帮助。不客气，让我为您找到最佳的航班选择。慢慢来，我很感激你的帮助。
我会尽快回复你并提供选项。第15课，我可以粉刷我公寓的墙壁吗？我可以粉刷我公寓的墙壁吗？这取决于您的租赁协议。有关于绘画的具体政策吗？有些房东在获得许可的情况下允许这样做，而另一些房东则不允许。我应该征得房东的许可吗？是的，在进行任何更改之前，最好与房东核实。如果我想对我的空间进行个性化设置怎么办？你可以考虑临时选项，例如可拆卸的墙纸或墙贴。对颜色或表面处理有什么限制吗？有些房东可能有偏好或限制，因此澄清一下很重要。我需要在搬出之前重新粉刷吗？在许多情况下，您可能需要将墙壁恢复为其原始颜色。这是有道理的，我会联系我的房东寻求澄清。这是个好主意，最好保持清晰的沟通。谢谢你的建议，安娜。不客气，我希望你能让你的公寓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我也是，祝你有美好的一天。你也是，约翰。第16课，我的办公桌上可以放一株小盆栽吗？我的办公桌上可以放一株小盆栽吗？这取决于办公室关于个人物品的政策。有关于植物的具体规定吗？有些办公室允许这样做，而另一些办公室则可能有限制。我应该征得主管的许可吗？是的，最好向您的主管或人力资源部门查询。在办公桌前放一株植物有什么好处吗？植物可以改善空气质量，创造更愉快的工作环境。如果我没有园艺技能怎么办？有些维护成本低的植物易于护理，例如多肉植物。我会负责给植物浇水和维护吗？是的，照顾植物是你的责任。我可以为我的办公桌选择任何种类的植物吗？最好选择适合室内环境的植物。我会征得主管的许可，然后选择一座维护成本低的工厂。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不错的计划，享受在办公桌上放点绿意的乐趣。谢谢你，安娜，我很感激你的建议。不客气，祝你有富有成效的一天。你也是。第17课，我能否使用 VPN 来保护我的家庭网络？我能否使用 VPN 来保护我的家庭网络？是的，使用 VPN 可以增强家庭网络的安全性。VPN 是如何运作的？ VPN 会加密您的互联网连接，使其更加安全和私密。我可以使用任何 VPN 服务吗？为了提高安全性，选择信誉良好的 VPN 提供商非常重要。使用 VPN 会降低我的互联网速度吗？它可能会稍微降低您的互联网速度，但这取决于 VPN 和您的连接。我需要配置任何特定的设置吗？您需要安装 VPN 软件应用程序，并按照设置说明进行操作。我可以在所有设备上使用 VPN 吗？大多数 VPN 提供商都提供与不同设备兼容的应用程序。
VPN 能否保护我的所有在线活动？ VPN 可以加密您的互联网流量，为大多数在线活动提供保护。使用 VPN 有什么缺点吗？某些网站或服务可能会阻止 VPN 连接，并且可能会产生订阅费用。我将为我的家庭网络寻找信誉良好的 VPN 提供商。这是个好主意，保持安全可靠。谢谢你，安娜，感谢你的指导。不客气，祝你有美好的一天。你也是。第18课，我可以让笔记本电脑过夜充电吗？我可以让我的笔记本电脑过夜充电吗？将笔记本电脑放置一整夜充电通常是安全的。是否涉及任何风险？过度充电的风险很小，但大多数笔记本电脑都有内置的保护措施。插上电源会影响电池寿命吗？持续充电会稍微缩短电池的整体使用寿命。充满电后，我应该拔掉插头吗？建议在电量达到100%后将其拔下，以防止过度充电。我可以在笔记本电脑接通电源时使用它吗？是的，您可以在笔记本电脑充电的同时使用它，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使用电泳保护器更好吗？使用电泳保护器可以为您的笔记本电脑提供额外的保护。如果我需要让它长时间充电，该怎么办？如果您需要长时间充电，请定期拔下电池并放电。我会注意如何为笔记本电脑充电。谢谢你的建议。不客气，保管好您的笔记本电脑，尽情使用吧。谢谢，安娜，祝你有美好的一天。第19课，我能否安全地使用公共 Wi-Fi 网络？我能否安全地使用公共 Wi-Fi 网络？公共 Wi-Fi 网络可能存在风险，但您可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使用公共 Wi-Fi 有哪些风险？黑客有可能拦截您的数据并访问敏感信息。如何在公共 Wi-Fi 上保护我的数据？使用虚拟专用网络 VPN 可以加密您的连接并增强安全性。我还应该采取其他预防措施吗？避免在公共 Wi-Fi 上访问敏感信息或进行金融交易。我能否信任所有公共 Wi-Fi 网络？最好使用信誉良好的机构提供的可信网络。如果我无法访问 VPN 怎么办？您可以考虑使用您的移动数据或个人热点来实现更安全的连接。有没有迹象表明 Wi-Fi 网络不安全？如果网络名称看起来可疑或没有密码，则最好避免使用。使用公共 Wi-Fi 时，我会谨慎行事，并考虑使用 VPN。这是一种明智的方法，保持安全并保护您的数据。谢谢你，安娜，我很感激你的建议。不客气，祝你有美好的一天。你也是。第20课，我可以把自己的马克杯带到办公室的咖啡机里吗？我可以把自己的马克杯带到办公室的咖啡机里吗？是的，你可以自带马克杯与办公室咖啡机一起使用。是否允许使用特定的尺寸或类型的马克杯？
只要它可以放在咖啡机下面，你就可以使用任何你喜欢的马克杯。我应该自己洗马克杯吗？是的，你有责任在使用后自己清洗马克杯。我可以用办公室的洗碗机来存放马克杯吗？有些办公室有用于存放马克杯的洗碗机，但最好咨询同事或办公室指南。个人马克杯的使用有什么限制吗？重要的是要体贴，不要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使用他人的马克杯。我可以带一个带盖的旅行马克杯吗？是的，带盖的旅行马克杯是办公室的便捷选择。用我自己的马克杯可以节省纸杯吗？是的，使用自己的马克杯有助于减少一次性杯子的浪费。太棒了！我会把我最喜欢的马克杯带到办公室。用自己的马克杯享用咖啡，它增添了个人风格。谢谢你，安娜，感谢你的支持。不客气，祝你有富有成效的一天。你也是。第21课，你家里最喜欢的房间是什么？你家里最喜欢的房间是什么？我最喜欢的房间是客厅。你喜欢客厅的哪个地方？我喜欢这里舒适的氛围和舒适的座椅。你在那里待了很多时间吗？是的，我花了很多时间放松身心，在客厅里看电视。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功能让它成为你的最爱？能让自然光进入的大窗户是我最喜欢的功能。你的客厅里有什么特别的装饰吗？我墙上有一些艺术品和全家福。这是你招待房客的地方吗？是的，起居室是我接待房客和聚会的地方。你家里第二喜欢的房间是什么？我第二个最喜欢的房间是厨房。你喜欢厨房的哪一点？我喜欢在厨房里做饭和尝试新食谱。你有最喜欢的厨房用具吗？我最喜欢我的搅拌机和咖啡机。厨房里有你喜欢煮的特别菜吗？我喜欢在厨房里烤自制饼干。你的起居室和厨房听起来很棒。谢谢你，约翰。我很感激家里有这些空间。了解你最喜欢的房间真是太好了。同样，听到他人的喜好总是很有意思的。祝你有美好的一天，安娜。你也是，约翰。第22课，漫长的一天之后，你如何放松身心？漫长的一天之后，你如何放松身心？我喜欢读书或看电影。你有最喜欢的书籍或电影类型吗？我喜欢读神秘小说和看喜剧。有什么具体的书籍或电影推荐吗？ Gone Girl 是一本很棒的惊悚书，而宿醉是一部滑稽的电影。其他放松方式呢？散步或练习瑜伽可以帮助我放松身心。你有什么爱好可以帮助你放松身心吗？我喜欢把画画和弹钢琴当作爱好。你喜欢什么特别的画作或歌曲吗？我喜欢画风景画和用钢琴弹古典音乐。
这听起来很平静。还有其他放松方式吗？听平静的音乐或洗个热水澡也可以帮助我放松身心。这些都是很好的建议，我也会试试的。我希望它们对你有好处。放松很重要。谢谢你，安娜，我很感激你的建议。不客气，度过一个宁静的夜晚。你也是，安娜。第23课，你喜欢在自己的家里举办聚会吗？你喜欢在自己的住所举办聚会吗？是的，我喜欢让朋友过来玩游戏之夜。你通常玩什么游戏？我们喜欢玩棋盘游戏和纸牌游戏，比如 Uno 和 Monopoly。你多久举办一次这些游戏之夜？我们尝试每月做1-2次。你们是否为房客提供零食或饮品？是的，我通常会准备零食和饮料供大家享用。您可以容纳的客人人数有上限吗？我们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大约6到8个人。你有自己经常玩的最喜欢的游戏吗？代号是我们经常玩的最爱之一。你喜欢计划和准备过程吗？是的，我觉得为这些聚会做计划和准备很有趣。如何营造温馨的氛围？我会确保空间干净舒适，并附上一些背景音乐。除了玩游戏之外，你还有其他活动吗？有时我们还会看电影或唱卡拉 OK。这听起来很有趣。总有一天，我应该参加你的一个游戏之夜。那太棒了，随时欢迎您加入我们。谢谢你，安娜，我很感激你的邀请。不客气，很期待。祝你有美好的一天。第24课，这个蛋糕食谱能简单一点吗？这个蛋糕食谱能简单一点吗？是的，通过使用更少的食材来简化它。哪些成分可以消除？你可以尝试省略不必要的调味料或浇头。用更少的食材，味道还能好吃吗？它的味道可能更简单，但仍然可以很美味。那蛋糕的质地呢？质地可能会受到轻微影响，但仍然应该令人愉悦。有什么必须的特定成分吗？面粉、糖、鸡蛋和蓬松剂等基本成分是必不可少的。我可以减少糖或脂肪的含量吗？你可以尝试减少糖分或使用更健康的替代品。烘烤时间或温度会改变吗？最好按照原始食谱的说明进行烘烤时间和温度。有简化准备步骤的小贴士吗？如果可用，您可以寻找其他方法或快捷方式。我会试一试，然后简化食谱。谢谢，安娜。不客气，约翰，享受烘焙的乐趣。祝你有美好的一天。第25课，你能相信时间过得有多快吗？你能相信时间过得有多快吗？是的，它过得这么快，真是太神奇了。
感觉就在昨天是年初。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间似乎在加速。我希望有时候我们能放慢脚步。不幸的是，时间不等人。充分利用每一刻都很重要。当然，珍惜当下是宝贵的。你有什么有效管理时间的策略吗？确定任务的优先顺序和设定目标会有所帮助。在工作和休闲之间找到平衡也很重要。是的，保持健康的工作与生活平衡至关重要。时间当然可以提醒我们欣赏生活。事实上，它不断提醒人们生活的短暂本质。让我们充分利用时间，创造有意义的回忆。这种心态真是太棒了，约翰。谢谢你，安娜。祝你有富有成效的一天。第26课，你能把信息传给约翰吗？你能把信息传给约翰吗？当然，我会把信息传给他。传达的信息是什么？有人打电话想和你说话。他们有没有留下名字或任何细节？他们没有留下名字，但说这很重要。你能告诉他们我会给他们回电话吗？当然，我会告诉他们你会回电的。谢谢你，安娜。我很感激你的帮助。不客气，约翰，很乐意提供帮助。祝你有美好的一天。第27课，如何让你的家庭工作空间变得舒适？如何让你的家庭工作空间变得舒适？我的工作空间有一把靠电椅和良好的照明。你有什么样的靠电椅？我有一把带有缓冲衬垫的人体工程学椅子。它能为你的背部提供良好的支撑吗？是的，它有助于保持良好的姿势，并减少不适感。你工作空间的照明怎么样？我有一盏台灯，可以提供明亮、可调节的灯光。自然光对你来说重要吗？是的，我尽量将工作空间放在窗户附近，以获得自然光。还有其他能让你感到舒适的元素吗？我有一株小植物和一些个人物品来营造愉快的氛围。你有什么关于设置舒适工作空间的小贴士吗？优先考虑人体工程学，确保良好的照明，并增加个性化风格。我会在自己的工作空间中考虑这些小贴士。谢谢，安娜。不客气，约翰。我希望他们能帮你创造一个舒适的空间。祝你有富有成效的一天。第28课，你在家里享受娱乐的首选方式是什么？你在家里享受娱乐的首选方式是什么？我喜欢在空闲时间玩电子游戏。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电子游戏？我喜欢各种类型，包括动作、冒险和益智游戏。你有最喜欢的游戏吗？塞尔达传说：荒野之息是我的最爱之一。你是在主机还是电脑上玩游戏？我更喜欢在像 Nintendo Switch 这样的游戏机上玩游戏。你多久玩一次电子游戏？我每周玩几次，通常是在晚上或周末。你还有其他在家里娱乐的方式吗？
我也喜欢看书和看电影或电视节目。你有最喜欢的书籍或电影类型吗？我喜欢幻想和神秘书，也喜欢看科幻和喜剧电影。听起来你有很多爱好。是的，我喜欢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来让我开心。太棒了，我也会尝试玩电子游戏来娱乐。我希望你喜欢，这可能是一种放松身心、玩得开心的有趣方式。谢谢你，安娜，祝你有美好的一天。第29课，你如何准备考试？你是如何准备考试的？我查看我的笔记并创建摘要表。你读完所有笔记了吗？我浏览了要点和关键概念。如何创建摘要表？我把这些信息浓缩成简洁有条理的笔记。你还使用其他学习技巧吗？我还制作抽认卡来问自己一些重要的事实。你是独自学习还是和他人一起学习？我更喜欢独自学习，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干扰。你如何管理学习时间？我创建了一个学习时间表，然后将其分成易于管理的部分。学习时你会休息吗？是的，我会短暂休息一下，让心灵恢复活力。在学习期间保持专注有什么小贴士吗？我发现消除干扰并找到一个安静的环境很有帮助。临近考试日期，复习怎么样？我为最后一课的复习和模拟测试分配时间。睡个好觉会对你的准备工作起到作用吗？是的，充足的睡眠可以帮助我更好地保留信息。谢谢你，安娜，我会尝试实现你的一些学习技巧。不客气，约翰，祝你考试顺利。祝你有成功的一天。你也是，约翰，好好学习。第30课，你参加过学校的俱乐部吗？你参加过任何学校俱乐部吗？是的，我是艺术俱乐部的一员。艺术俱乐部做什么样的活动？我们组织艺术工作坊和展览。你在俱乐部里有什么具体的角色吗？我负责宣传我们的活动。艺术俱乐部多久开一次会？我们每周放学后见面一次。还有其他你有兴趣加入的俱乐部吗？我正在考虑加入摄影俱乐部。是什么吸引你加入摄影俱乐部？我喜欢捕捉瞬间，探索不同的视角。还有其他你好奇的俱乐部吗？我也对环保俱乐部和辩论俱乐部感兴趣。你能探索不同的选择，真是太好了。是的，我想开阔视野，尝试新事物。祝你当前和未来的俱乐部活动好运。谢谢你，约翰，我很高兴能成为这些俱乐部的一员。祝你有美好的一天。你也是，约翰，小心。